內政部2026年第一季的統計，全國只有1名老人居住的住宅已經到 71.36 萬宅，第一次突破70萬。連同2位以上老人家住在一起，家裡沒有其他人的算進去，全國只有老人居住的住宅是 92.34 萬宅，雙北跟高雄各自都破了10萬宅，三大都會區加起來超過42萬宅，差不多佔全國的 45%。 這裡先講清楚一件事，這個數字算的是住宅，不是人頭。衛福部另外有一套列冊，需要關懷的獨居老人大約 6.5 萬人，那是社政單位在追蹤的名單，跟住宅統計定義不一樣，不能混在一起講。不過不管用哪一套算，台灣一個人吃飯的老人家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族群。一個人的廚房長什麼樣子，很多家庭都看過。中午煮一鍋，可能是一鍋滷肉，一鍋菜湯，晚上再熱一次，隔天早上剩下的配稀飯，或者乾脆一杯茶，2片吐司帶過。理由每一位長輩都講得出來，一個人開火不划算，買一把青菜3天吃不完，爐火開一次就要1次瓦斯，能省就省。冰箱裡那鍋昨天的菜看起來還好好的，倒掉多可惜。還有一個很少人講出口的原因，是煮給一个人吃。那件事本身就沒什麼動力，以前家裡3、4個人煮一桌菜有人吃，有人說好吃，現在只剩自己站在爐子前面忙半小時，端出來只有一副碗筷。很多長輩不是煮不動，是提不起勁，所以那一鍋能撐3天，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解脫。我要先老實說，這種吃法在全台灣到底有多普遍，目前查不到全國性的統計，我不會編一個陳述出來給你聽。但是接下來這一組數字是真的有人去問，有人去記錄的，而且它比任何感覺都誠實。老五老基金會在2021年的8月到10月，在台中跟彰化訪了124位獨居長輩，其中65歲以上佔了94%。他們問的不是身體感覺好不好，是實際吃了什麼，花了多少錢。結果是這樣，每天的餐食預算平均 162.8 億元，換算下來每一餐不到55元。城區跟鄉區還差很多，城區平均 255.62 元，鄉區只有 141.44 元。一餐55元，在現在的物價下，大概就是一個便當扣掉一點，或者一碗麵加一顆滷蛋。要靠這樣的預算吃到均衡，非常吃力。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多人沒想到的差別，鄉區一天 141.44 元，不只是錢比較少，是選擇也比較少。市場離家遠，公車班次少，走一趟要半天。很多鄉下的長輩不是不肯買菜，是買一次要撐很多天，新鮮的東西撐不住，最後留在餐桌上的就是耐放的那幾樣。罐頭、醬瓜、麵條、蛋白質類本來就是最不耐放的一群，最先被犧牲的也是他們。再看實際吃進去的東西，蛋豆魚肉這一類沒有吃到建議量的佔 37.2%， 乳品類沒吃夠的佔 51.2%， 水果類沒吃夠的佔 48.0%。 換句話說，每3位獨居長輩就有超過1位蛋白質類吃不夠，一半以上的人幾乎沒在喝奶，將近一半的人水果是缺的。最刺人的是最後一個數字，同樣這一批長輩有 79.2% 認為自己的營養沒有問題，7%說自己沒問題，實際上3%蛋白質不夠，5%乳品不夠。這個落差就是這一支影片真正要講的東西。問題不是不肯吃，也不是不愛惜身體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不夠。因為一個人住，沒有人會在旁邊說，你今天怎麼只吃這樣，碗洗乾淨了，肚子也不餓，就以為吃夠了。為什麼會判斷錯？原因其實很單純，我們從小到大判斷吃夠沒有，靠的是飽不飽。可是飽的感覺跟營養夠不夠，根本是兩件事。一碗白飯配醬瓜很飽，蛋白質幾乎是0；一碗稀飯配麵筋、豆棗也很飽，蛋白質也少得可憐。年紀大了以後，胃口本來就變小，味覺變鈍，吃2碗白飯就撐了。那2碗撐起來的飽足感，會讓人以為今天吃得不錯。另外一個原因是比較的對象不對，很多長輩心裡的標準是年輕時候餓過肚子的那個標準，跟那時候比，現在當然算好的，但是身體要的量不是跟過去比，是跟現在的年紀比。而70歲以上的身體需要的蛋白質比年輕的時候還要多，不是還要少。那到底要吃多少才叫夠？這件事國健署有給明確的數字，不是誰的個人意見。
依照第8版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，一般成人每天每公斤體重要吃到 1.1 公克蛋白質，70歲以上的長者上修到 1.2 公克。國健署講得很直白，上修的理由就是預防肌少症。公克數對長輩來講沒有畫面，換成菜就清楚了。豆魚蛋肉這一類，一份大約含7公克蛋白質，一份是什麼概念？就是這幾樣的其中一樣。一顆雞蛋，半個手掌大，而且厚度像小指頭的一塊肉或一塊魚。傳統豆腐大約80公克，也就是一塊多一點，或者是嫩豆腐半盒。牛奶跟豆漿另外算，一杯240毫升的牛奶大約8公克蛋白質，這樣換算就好懂了。一位60公斤的長輩，一天要吃到72公克蛋白質，差不多是10份。50公斤的長輩大約60公克，差不多8到9份。10份听起來很多，攤到3餐其實還好。早餐1顆蛋加1杯牛奶就有2份多。中午1塊巴掌大的魚加半盒豆腐，差不多3份。晚上1小碗肉燥或肉絲，半塊豆腐，再加1顆蛋，差不多4份。加上白飯裡本來就有一點，一天10份是做得到的。牙口不好的長輩不用擔心，份數做不到。蛋白質不是只有大塊肉，蒸蛋、豆腐、豆漿、魚肉、絞肉、豆花，這些都很好入口。肉煮硬了咬不動，可以改成絞肉、肉燥，或者切薄片燙一下。魚類本來就軟，真的什麼都咬不動，那更要去看牙醫或請醫師評估，因為咬不動往往是吃不夠最早的源頭之一。做不到的是什麼情況？就是一天只煮一頓，一天只吃2餐，甚至1餐半，等於一開始就把1/3的量砍掉，剩下的2餐再怎麼吃也很難補回來。還有一件事要順便講，國健署自己有一頁衛教在回答，老年人容易營養不良，是不是應該多吃高蛋白粉來補營養？答案是先從真的食物吃夠，蛋、魚、肉、豆腐、牛奶這些天然的食物，同時帶來蛋白質以外的營養，不是靠一罐粉就能取代。所以這一支影片從頭到尾不會叫你去買任何東西。接下來這一段是這一支影片必須誠實的地方，因為外面講錯的人很多。你大概聽過一種說法，蛋白質要平均分配到3餐，不然擠在同一餐，身體來不及用，就會浪費掉，肌肉就會被拆掉。這句話前半段有研究支持，後半段是講太滿了。事實是這樣，2014年營養學期刊上有一篇研究，讓健康成人把蛋白質平均分到3餐，跟集中在晚餐做比較，結果平均分配那一組24小時的肌肉蛋白合成率比較高，這是真的。但是把時間拉長，看的是肌肉量跟肌力有沒有真的變好的長期研究，答案就不一樣了。2024年一篇針對社區長者的系統性回顧，結論是補充蛋白質對長者的肌肉量確實有幫助，但是劑量、頻率或者時間怎麼分配，並沒有顯著改變最後的結果。另外也有回顧指出，蛋白質對淨體重的正面影響跟吃的時間沒有關係，所以正確的講法是這一句：決定結果的是你一整天總共吃了多少，不是你幾點吃。分成3餐不是什麼神奇的機關，只是因為分成3餐，你比較容易把總量吃滿。為什麼外面會傳成那樣？我猜是因為前半段的研究比較好講，比較有畫面，身體來不及用，肌肉被拆掉，這種說法一聽就懂，也容易被記住。但是科學上，即興指標好看跟長期真的長出肌肉是兩回事。一個是實驗室裡幾個小時的變化，一個是幾個月甚至幾年以後身上量得到的差別。把前者講成後者，就是超出證據。這件事對獨居長輩特別重要，因為如果你以為關鍵在時間，你可能會去糾結早餐要幾點吃，晚餐可不可以晚一點。真正該顧的是另一件事，一天結束的時候，你到底吃進了幾份蛋白質？一天只煮一頓的問題不在時間安排，在於總量少了一大截。另外提醒一句，有在吃控制血糖的藥或者在打胰島素的長輩，3餐的間隔要不要調整，能不能延後吃，一定要問開藥的醫師或藥師，絕對不要自己改，也不要照網絡上的說法改。這一段講的是吃夠不夠，不是叫任何人調整用藥或進食時間。現在來講標題那句話，一天只煮一頓，剩菜配3餐，省下來的到底是什麼？省下來的不是瓦斯錢，省下來的是肌肉，講精準一點是骨骼肌，就是撐着你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撐着你走去市場，撐着你上公車那一階，撐着你跌倒的時候手還撐得住的那個東西。道理不複雜，
身體每天都在拆舊的蛋白質，蓋新的蛋白質，這是一直在進行的工程。吃進來的蛋白質不夠，身體不會停工，它會從身上找材料，找得到也最容易動用的就是骨骼肌。早餐略過，中午一鍋菜配飯，晚上熱一熱同一鍋，一整天下來，蛋白質可能只有建議量的一半。這樣過1個星期沒什麼感覺，過1個月也沒什麼感覺。它不像感冒會發燒，它是慢慢的、安安靜靜的把你走路的本錢一點一點花掉。爐火1個月省下的瓦斯錢，可能就是幾十塊、100-200塊，付出去的是你還能不能自己走去看醫生，自己去買菜，自己上下樓梯。這個交換划不划算，你自己算就知道。而且肌肉這個東西跟存款很像，年輕的時候存得多，老了慢慢領，領得慢還撐得住。可是一旦開始每天都在領，都沒有存進去，賬戶見底的速度會比你想的快很多。更麻煩的是，肌肉一旦掉下去，要再長回来比年輕時候費力得多。所以重點從來不是掉了以後怎麼補，是不要一直在掉。肌肉少了以後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臨床上看到的多半是同一條路，走路變慢，平衡變差，绊到東西的時候撐不住，然後跌倒。長輩跌倒一次，可能就是1次骨折，1次住院。住院躺着的那幾個星期，肌肉掉得更快，出院以後就更站不穩。這一條路一旦開始走，要回頭很辛苦。所以最划算的介入點，永遠是在還沒跌倒的時候，把每天吃進去的量顧好。我不會在這裡談什麼細胞裡面的機轉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一句話：走路的本錢在變少，而且你不會有感覺。既然沒感覺，那怎麼知道自己已經開始在流失？有數字可以量，而且都是在家裡就能做的。以下這些是2019年亞洲肌少症工作小組的共識裡用的檢測項目。我要先講清楚，這是自我檢查，不是診斷。量出來不對，不等於你就是肌少症，是代表你該去給醫師看，或者到住家附近的據點做正式評估。第一個最簡單，量小腿圍，兩手放鬆坐着，腳掌平放地上，膝蓋彎成直角，用皮尺量小腿最粗的那一圈。男性小於34公分，女性小於33公分，就是偏低。沒有皮尺，也有一個土方法，兩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圍成一個圈，套住小腿最粗的地方。如果還有空隙，圈得太鬆，就要注意。第二個，起立坐下，找一張沒有扶手的椅子，雙手抱胸，不要撐，連續站起來坐下5次，超過12秒就是偏慢。這一項最貼近生活，很多長輩已經站不起來，要用手撐扶手，其實就是這個項目在亮燈。第三個，走路速度，在地上量出6公尺，中間那4公尺用平常速度走，超過4秒就是每秒走不到1公尺，也是警訊。實際的場景就是過馬路的時候，小綠人開始跑得比你快，你會怕。第4個，握力，男性小於28公斤，女性小於18公斤，算偏低。家裡沒有握力器沒關係，日常有替代的觀察，擰毛巾擰不乾，開罐頭開不動，提一袋菜走幾步就要換手，這些都是同一件事在說話。除了量身體，還有一份很簡單的自評問卷，叫做 SACFIF。 同一份共識裡面也有列，他問5件事：第一，提大約 4.5 公斤的東西，會不會覺得困難？第二，走過一個房間會不會困難？第三，從床上或椅子上起身會不會困難？第四，爬10階樓梯會不會困難？第五，過去1年跌倒過幾次？每一題按照困難的程度打分數，完全不困難算0分，有一點困難算1分，很困難或者根本做不到算2分。5題加起來總分4分以上，就算有風險，該去做進一步的評估。這份問卷的好處是不用工具，坐在家裡花不到3分鐘就能自己問自己一遍。這一樣是自評，不是診斷。答案不好看只代表要去看醫師，不代表已經生病。這4項再加上這份問卷，只要有1項不對，就值得去一趟醫院或據點。很多醫院的老年醫學科、復健科還有社區的健康促進據點都有做肌少症篩檢，量一下不用花多少時間。我要再說一次，這些數字是拿來提醒你去檢查的，不是拿來自己下結論的。真正的評估要交給醫療人員，知道問題在哪，接下來就是怎麼做。一個人怎麼煮，才不會又變成煮1次吃3天。第一件事，改變買的方式。
一個人最大的困擾是分量太大，那就在買的时候先分好，一次買回來的肉或魚，回到家先用小袋子分成一餐的量，一袋就是一餐，直接放冷冻。要吃的时候拿一袋出来退冰，不会为了不浪費而一次煮一大盤，然後吃3天。第二件事，準備幾個1餐份的小盒子，煮的時候可以煮多一點，但是煮好馬上分裝，不要整鍋放着，吃到見底。分裝的時候順手在盒子上寫日期，寫在膠帶上貼着也可以。一個人住最怕的就是忘記這一盒是哪一天的。冷凍分裝還有一個好處是省錢，很多長輩不敢買整條魚、整盒肉，就是怕吃不完，結果只好買小包裝，單價反而貴。分裝就解決了這個問題。青菜的買法也可以調整，葉菜類放不久，可以一次只買2天的量，其他的用比較耐放的，像高麗菜、紅蘿蔔、洋蔥、南瓜、菇類，這些放冰箱1個星期還好好的。冷凍的青菜、豆類也不是不能用，先冷凍過的蔬菜營養不會因此變差。對一個人住的長輩來說，方便才是能不能持續下去的關鍵。第3件事，蛋豆魚肉輪流換。很多長輩的餐桌長期只有1、2樣，不是不喜歡別的，是懶得為了一個人準備。輪流的辦法很簡單，今天蛋，明天豆腐，後天魚，大後天絞肉，1個星期轉1輪。豆腐、雞蛋、豆漿這些都便宜又好準備，不用花大錢。第4件事，也是最有效的一件事，先把早餐固定下來。早餐是最容易被省掉的一餐，也是最好補的一餐，因為它不用開火。1顆水煮蛋，1杯牛奶或無糖豆漿，1片吐司，就有2份多的蛋白質，準備起來不到5分鐘。你不用把3餐全部改掉，光是把早餐從沒有變成有，1天的總量就上去了一大截。還有一件常被忽略的是，光吃夠不會自己變成肌肉，身體要有用到才會留住它。所以在體力允許的範圍內，每天走一走，慢慢起立坐下，練幾次，提個東西，都算數。吃夠是材料，動一動是工班，2個都要有。本來有心臟或關節問題的長輩，要動到什麼程度？先問過醫師，比較安全。順帶一提，早餐這件事有一份美國的研究值得知道，但是只能講到關聯，不能講成因果。2019年，美國心臟病學會期刊上一篇分析，追蹤6674位40到75歲的美國成人，17到23年。發現從來不吃早餐的人，心血管死亡風險比較高。這是觀察性研究，樣本是美國成人，不是台灣長者，也不能直接說不吃早餐就會怎樣。我只把它當成一個提醒，那一餐不是可有可無的。再來講剩菜，剩菜不是不能吃，剩菜是要吃對方法。這裡講的都是食藥署有明文的界限，我不會拿沒根據的話嚇你。第一個要記得是危險溫度帶，7度到60度。細菌在這個區間繁殖最快，食物待在這個區間越久越危險，所以冷藏要維持在0度到7度，冷凍要低於零下18度。熟食如果沒有，要馬上吃，又要保溫，要維持在60度以上。剩菜要再吃的時候，復熱的中心溫度要到75度，不是外面燙就好，是中心要熱透。要說明一下，這幾個溫度是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裡的規定，主要是規範餐飲業者的，不是專門為家庭寫的。但是細菌不會分你是餐廳還是家裡，這個標準拿來當家裡的參考很合理。第二個要記得是時間，熟食放在室溫大約25度的環境，不宜超過2小時。如果氣溫超過32度，要縮短到1小時以內。台灣的夏天，一鍋菜從中午放到晚上，早就超過了。正確的做法是，菜煮好，吃完飯，趁還沒有變質就分裝，盡早放冰箱，不要等到整鍋涼透才收。很多人習慣等涼再冰，怕熱的東西放進去傷冰箱，但是等到全涼，往往就過了2小時。分成小盒，散熱快，可以早一點進冰箱。第3個觀念最重要，冰箱的低溫只能減緩細菌繁殖，不能殺菌。冰起來不等於安全，只是慢一點壞。所以剩菜要在盒子上注記日期，越早吃完越好。至於到底能放幾天，網絡上流傳的3天、48小時這些天數，並不是食藥署明文寫的，我不拿來當標準。你只要記住官方有的那幾條，溫度帶、2小時原則，越早吃完越好，注記日期就夠用了。還有一點，同一鍋菜反覆加熱，吃不完再放回去，隔天再熱，這種來回的次數越多越不好。
因為每一次都會經過危險溫度帶，分裝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要吃幾份熱幾份，剩下的不要動。復熱的工具家家戶戶不一樣，重點只有中心熱透這一件事。用電鍋蒸，外鍋的水要夠，蒸的時間要足，不要跳起來就馬上端出來。用微波爐，中間翻動一次，再加熱一次，因為微波很容易外面滾燙，中間還是冷的。湯類的東西要煮到整鍋滾起來，不是邊緣冒泡就算。最後一個提醒，判斷剩菜還能不能吃，不要只靠聞跟看，很多會讓人腸胃不舒服的細菌，不會讓食物變味，也不會長霉。聞起來正常不代表安全，這也是為什麼要注記日期，越早吃完越好。靠記錄比靠鼻子可靠，有疑慮的內盒就不要冒險。一盒菜跟一趟急診比起來，哪個貴很清楚。那如果真的不想煮，也煮不動了呢？這不是丟臉的事。台灣有現成的制度可以用，而且很多長輩不知道。第一條路是長照 2.0 的營養餐飲服務，也就是一般講的送餐。管道很單純，撥打長照專線1966，前5分鐘免費，或者直接洽戶籍地、居住地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。打進去之後，會由照管專員到家裡評估長照需要等級跟服務需求，再安排合適的服務。一般需要經過評估，符合長照需要等級，常見的條件包括獨居或者家人，1個星期有3天以上沒有同住。補助金額跟部分負擔各縣市自己定，差異很大。我不在這裡報數字，你打電話問最準。第二條路是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，這個是很多長輩最需要卻最常忽略的資源。據點提供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，很多據點還有供餐。截至2025年10月底，全國大約有5794處據點，這個數字來自公開的統計摘要，實際最新的處數可以打電話問。要找住家附近的據點，可以透過衛福部社家署的社區照顧關懷網查詢，或者一樣打1966問。打電話之前，先把幾樣東西放在手邊會順很多。長輩的身份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戶籍地址跟實際居住地址，家裡平常有沒有人同住，目前身體的狀況跟有沒有慢性病，行動方不方便。專線那頭會問這些，準備好就不會慌。如果自己講電話會緊張，請家人或鄰居陪着打也可以。重點是那通電話要打出去。共餐這件事的好處不只是那一餐，一個人吃飯煮什麼都懶得配菜，配菜就是麻煩。到據點吃飯菜是配好的，蛋豆、魚肉、青菜都會有，而且旁邊有人一起吃。很多長輩到據點以後，飯量自然就變正常了，不是因為誰逼他，是因為有人陪。吃飯這件事本來就不只是把東西塞進肚子。如果你家裡有長輩是一個人住的，這一段請你幫他打那通電話。長輩自己常常不好意思開口，覺得那是給沒有辦法的人用的，不是，那是稅金養出來的服務，用了才有意義。據點還有一個好處是被看見，一個人住最怕的不是沒飯吃，是出事沒人知道。有固定去據點的長輩，少去一天，就會有人問一句，今天怎麼沒來？這一句話有時候比什麼都重要。有些據點還有量血壓、健康講座、簡單的運動課，都是免費或者收很少的錢。最後把話收在3件今天就能做的事。第一件，拿皮尺量一次小腿圍，男性34公分，女性33公分，量了就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。量出來偏低不用慌，也不要自己下結論，找時間去給醫師看或到據點做評估。第二件，把早餐固定下來，從明天早上開始，1顆蛋加1杯牛奶或無糖豆漿，不用開火，不用5分鐘。這是所有辦法裡面最省力又最直接把總量拉起來的一步。有慢性病或在控制血糖、腎功能有狀況的長輩，蛋白質要吃到多少，怎麼分配，先跟醫師或營養師確認過再調整。第3件，打一通1966，問住家附近有沒有供餐據點，有沒有送餐服務，前5分鐘免費，問一次就有答案，問到了就去看一次，不合適再說。一天只煮1頓，剩菜配3餐，省下來的瓦斯錢1個月不到200塊，而你正在拿來換的是10年後還能不能自己走，去市場，自己站起來，自己過馬路。這筆賬越早算越好。